上集几人正在吃饭，战印突然来了。我们相认至今，战印还是第一次登门。他是心虚，心虚是真心虚，肯来也是冲着你来的。那小子骗你的事，大姨也听你生气，却又不得不承认，他对你是动了真心的。你认识他的时间统共就几个月，大姨真正认识他的时间有10年，对他的了解比你深。大姨，我知道。商太太欣慰地笑，又看了商小飞2眼。妈，你看我做什么？是你外甥女婿来了，又不是你女婿，你女婿还没有着落呢，还得多养我几年。你不想嫁的话，妈能养你一辈子。才怪呢，我今年27岁了，45入法已经30岁，我就怕妈心里不着急，说不定像小军的妈那样，只要有个男人追求我，你就恨不得把我扫地出门呢。妈，你想见你外甥女婿就赶紧让他进来，趁我们刚开吃，叫他一起吃饭。不想见的话，让我出去轰他走。他要是肯叫我一声表姐，我就给他走后门。最后是海彤出去的。彤彤，你怎么来了？从你认回大姨后，我都没有来拜访过。中午没有饭局，我就想过来坐坐，没想到你也在。你倒是会挑时间，我们刚好吃饭。我就是过来蹭饭的。真难为你了。只要你在乎的人，我都敬着，不管在何方，只要有你，上刀山下火海，我都不怕。别把我大姨家说的那么可怕，我大姨很好的。对了，小飞也在家。哦，我也不知道大姨喜欢什么，随便买了点补品。我大姨什么都不缺，你礼数周全就行。真正被你当成娘家长辈的就是大姨了。我这第一次登门拜访，总希望做到最好。你能来，我大姨就很开心了。我们进去吧。大姨，大姨夫来了，先吃饭吧。表姐好。可，喝口汤。小家伙甚至用他肉乎乎的小手捂住了他的小碗，生怕表姨会把饭喷到他的小碗里。战印，你害死我了。表姐说你比彤彤大1岁，彤彤叫你表姐，我理应跟着彤彤一起叫你表姐。我这不是以为你这辈子都不肯开口叫我表姐吗？谁想你这么快就低头开了你的金口。洋洋，吃饭了，不用再捂着你的碗。表姨，你还会表演喷饭吗？臭洋洋，连你都会调侃你表姨了。洋洋不臭。臭洋洋，洋洋不臭，洋洋天天洗澡，不臭，表姨身上才有味道。你身上的香水味，洋洋不喜欢吧？好了，吃饭，别和一个3岁的孩子计较。以后我也不用香水了，还能省一笔买香水的钱。洋洋就是胡说八道的，小飞，你别怪他，童言无忌。就是他年纪小，说的才是真心话。吃饭了，战印，家常便饭，没什么好菜，你别嫌弃。我不挑食，什么都吃的。你不挑食，就没有人挑食了。饭后，姨婆，你家里的饭菜很好吃，跟我妈妈和小姨做的一样好吃。那洋洋以后常来姨婆家里吃饭哦。妈妈和小姨过来，我就过来。洋洋等会儿记住姨婆的电话，以后想过来给姨婆打电话，姨婆就过去接你过来吃饭。你姐妹俩也是，总是不来大姨家里，以后要常来。战印以后有空也可以和彤彤一起过来。只要我有空，一定常来。他瞟了2眼茶几上的那一叠邀请函。彤彤想跟着我去参加宴会。一句话，无需过多的解释，战印就能明白海彤的意思，知道他也在努力着。在商家待了一会儿，战印要回公司，只能先行离开。彤彤，我想我对你的了解还不够深，我会学着去更加的了解你，换位思考的。但我还是很心疼你，你只要觉得累了，不想学了，不想融入去，就安心的保持现状。我可以不参加任何宴会，但我不能没有你。我战印的老婆也不需要看任何人的脸色过日子。不会有人给我脸色看，我只是不想我成为你的笑话，不想拖你后腿。我在关城的名声不见得有多好听，我何时在乎过那些？我老婆不管是什么出身，我不嫌弃就行，要他们多管闲事，我们又不吃他们家的大米。夫妻是在同一艘船上，驶向同一个方向，如果我不能与你一起迎风而上，就会掉进水里，无法与你同达彼岸。我就算不能与你同站在船头上，也要抓住船尾，不能掉下水里。战印，给我时间去适应一下，要是我实在适应不了，融不进去，我也不勉强自己了。短时间你不愿意离婚，我也不逼你离婚。以后你觉得我拖累了你，嫌弃我了，只要跟我说一声，我马上卷铺走人，绝对不会纠缠不休。我说过的话也一直都算数，只要你愿意配合我去办手续，你随时能成为战氏集团的股东，成为关城的女首富，我这辈子都为你打工，让你的钱包越来越鼓。
海童默叹一声，终究是回手搂住他的腰肢，一个愿意为了对方倾尽所有，一个为了对方努力的去学习，努力的让自己变得更优秀。两颗心似是拉开了距离，又似更加的靠近。小姨，姨丈。小电灯泡仰着头，不明白的看着两个大人。你去上班吧。小电灯泡够刺眼的，彤彤，我去上班了。他恋恋不舍的走了。小姨，姨丈是不是叫我小电灯泡？我不叫电灯泡，我叫洋洋。你姨丈是逗你玩的呢，洋洋不是电灯泡，洋洋是调和剂。洋洋，我是洋洋。好好好，洋洋是洋洋。彤彤，你和小飞身高体重都差不多，你先试试小飞的衣服，大姨看看你穿什么衣服能让你先天带来的优雅气质发挥到极致。彤彤，我妈让你是尽管事，咱们是姐妹，你就算穿我的衣服，我都没有意见。况且我有很多衣服，当时买的时候很喜欢，买回来后放在这里都没有穿过。你赶紧帮我分担一点，我就有借口充实我的后宫了。一整个下午，海童除了试衣服，就是被自家大姨和表姐压着去做美容美发。另一边的书店，小军、梁姨、苏南三人忙到学生上晚自习了，才闲下来。你今晚不用应酬。我的上司突然开恩了，把应酬的事儿都揽了过去，我乐得轻松，下班后就过来接你，咱们一起去吃饭吧。我在宛城大酒店订好了位置的，连菜都点好了，我们过去后就能上菜吃饭，都不用等。我还买了2张电影票，吃完饭后我们一起去看电影。我是很难得这么清闲的。沈小军正想说话，苏南忽然扭身跑出去。我好像还什么都没有说吧，他怎么忽然就跑了呢？我刚才是站在外面看着的，我见到苏总抱着一束花下车，看到店里人多，他才把花束放回车上，然后进来的。现在应该是去拿花束吧。苏总对沈小姐很在乎，沈小姐和我们大少奶奶一样，都是有福的，也不知道大少奶奶考虑的怎么样了。大少爷为了大少奶奶是茶饭不思，人都瘦了，我们看着都心疼。你们大少爷不好过，彤彤也不好过，减肥的人是海玲姐，彤彤都跟着减掉了几斤。沈小姐和苏总就要好好的。梁姨，在你们眼里，我和苏南般配吗？般配啊，郎才女貌，非常的般配。自从他的父母以及姑姑都知道苏南在追求他后，一个个都跟他说，赶紧答应苏南的追求，别错过了这么好的男人。连张念生都跟沈小军说，苏南很不错，让沈小军有一种他再不答应苏南就会被群殴的错觉。小军，这束花送给你。谢谢。你喜欢就好，我觉得这支翡翠玉镯很适合你，就给你买下来了。沈小军没有拒绝他送的礼物，知道也拒绝不了，他也得研究研究会送什么礼物给他，才能扯平。梁姨，你吃过饭后想什么时候回去就把门关了，要是你带着也行，送去给你们家大少奶奶也行。大少奶奶说她最近几天都没有空，我代替我们大少奶奶过来帮忙，要是我留着吧。沈小姐和苏总只管去吃饭，店里有我呢。战印最近怎么样？忙上加忙，每天没命的工作，像个超人一样，我都快要跟不上他的效率脚步了。底下的人叫苦连天，不少人指望我能劝他一劝，现在我劝不了他，只有海童才能劝住他。但夫妻俩有几天没有见面，詹奶奶不让詹印去找海童，说让夫妻俩真正冷静冷静。今天他们夫妻俩才见面，不知道谈成什么样。詹印回来后并没有找我倾诉，依旧是没命的工作。中午的时候去了一趟商家，下午看他的心情好了很多，但还是很拼命的工作。我看他都瘦了几斤。小军，咱们俩可别步上他们的后尘，我们要一直这样恩恩爱爱的，信任对方。我不骗你，你也别瞒我。谁跟你恩恩爱爱了？我有什么事能瞒得住你？我觉得我们现在这样就很恩爱了呀。恩爱不是天天把我爱你挂在嘴边的，是从生活上细节上来体现的。我只看到你有空就去讨好我爸吗？跟我弟像亲兄弟那样。因为他们是你的亲人呀，以后也会成为我的家人。我对我自己的家人好，那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事。不要脸，我都还没有答应你呢，就把我的家人当成你的家人了。追妻就不能要脸，战印当初那么要脸，才会有今天这样的局面。你倒是拿战印当反面教材了。我说的是事实，战印但凡听我的劝，他和海童也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局面。你很有感情经验。那倒没有，你是我真正喜欢的，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女孩子。但我毕竟过了30岁啊，就算没有吃过猪肉，也见过猪走路。加上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，我看得比詹印要透彻，就成了他的爱情顾问。可惜有我这么个厉害的爱情顾问，他和海童的感情还是一塌糊涂的。彤彤也不是铁石心肠，战印隐瞒身份欺骗他，在战印允许他住回他姐姐家里后，那股气慢慢就消了。
现在彤彤的心结是他觉得他和战印的现实差距太大了，他有心理压力，所以纠结着他和战印的未来。不说彤彤就说咱们俩，我们俩也有很大的现实差距，但我又比彤彤好很多。我们俩是门当户对，一点差距也没有。我又没有自卑感，也不会觉得我配不上你。彤彤也不自卑，他只是太理智了。两个人聊着感情话题，不知不觉间便到了管城大酒店。我送给你的花束拿上。吃饭带花束干嘛？沈小军嘴里嘀咕着，但还是抱着花束下了车。苏南很自然的就牵起他一只手，拉着他往酒店里面走去。苏南，一道女高音响起，那对于苏南来说非常熟悉。快走！苏南拉着小军加快脚步。上集，苏南听到母亲叫他，拉着小军就跑。苏太太急忙追上来。苏南，你个臭小子，老娘叫你，你听不见是吧？那阿姨。姑娘，你叫什么名字呀？是苏南的女朋友吗？阿姨，我姓沈，叫小军，是苏南的女性朋友。女性朋友简称女朋友，你就是苏南的女友沈小军呀？这名字我听着很熟悉。小军，咱们以前是不是见过面？我以前没有见过阿姨，阿姨听过我的名字，有可能是我的糗事传得太厉害了。数月前，我跟着我姑姑，就是张太太去参加段太太的生日宴会，那晚我喝多了，就躺在地上睡觉，那糗事估计在你们那个圈子传遍了吧。原来是你呀，我就说这名字听着熟悉，你是张太太的娘家侄女，张太太经常带着你参加宴会的，我们在宴会上应该有见过，只是没有说过话，打过招呼。你和我们家苏南什么时候开始的？那小子回家都不透露半句的，貌似他也很久不回家了。那小军刚才都说了，她是我的女性朋友，跟你们说什么？说了，你们呼啦啦来几车的人，把小军吓得连见都不想见我怎么办？别听苏南说的那样夸张，我们都是很好相处的人，不会为难小辈的。小军，有空就跟着苏南去我们家里坐坐。我怕打扰了阿姨。没事，你的打扰，阿姨乐在其中。小军，初次见面，阿姨没有准备好见面礼，就把这只玉镯送给你吧。你那只是苏南送给你的吧？成色不如我这个的。这么贵重的见面礼，沈小军不敢收下。小军，你是嫌弃阿姨给你的见面礼薄吗？长者赐，杜可辞，收着，你不收下，就是嫌弃阿姨给你的见面礼太薄。阿姨，这太贵重了。不贵，就是看着好贵的样子，也就是比苏南送给你的这只稍微贵一点点而已。谢谢阿姨。不用客气，阿姨很喜欢你。对了，你爸妈有空吗？我跟苏南的爸说一声，约你爸妈出来吃顿饭。这是两家家长要见面的节奏吗？阿姨，我爸妈最近外出旅游了，可能要几个月才会回来。出去旅游了呀？那等他们回来了再一起吃饭。小军，你爸妈见过苏南了吗？见过了。觉得苏南怎么样？我没有问过我爸妈这个问题，因为苏南去我家90%的原因都是找我弟，请我弟吃饭，我爸妈以为苏南喜欢我弟。小军，苏南绝对是喜欢你的，他要是对男人感兴趣，第一个倒霉的人是战印，战印都结婚了。对了，战家大少奶奶是你好闺蜜呀，有缘呀，战印和苏南也是好友。阿姨，我知道的。苏太太的手机忽然响了。小军，阿姨有事要先走一步，你和苏南慢慢吃饭，吃完饭再去看电影，难得这小子不用应酬。阿姨不一起吃饭吗？度了，我也有饭局，客户来了，我得走了，不好让人家久等。你妈好热情。我们家的长辈都好热情，知道他们的行事作风，我才一直没有让家里人知道我在追求你。八字还没有两撇，他们就会迫不及待地把彩礼送去你们家的。比我爸妈还要急。姐，妈妈，彤彤，你换了一个发型，让姐都觉得眼前一亮。不错，这个发型很适合你。大姨和小飞帮我决定的，好看吗？大姨和小飞还给我挑了很多衣服，回去后让姐看看。姐，你吃过了吗？你们没那么快回来，姐就在店里自己煮了碗面吃。大姨怎么说的？我向大姨求助，大姨很乐意帮我。对了，姐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大表嫂怀孕了。大姨肯定很开心。是很开心，表嫂是最近不太舒服，去医院检查才知道是怀孕了。姐，战印今天忽然问起我多久体检一次，这是试探我有没有怀孕吗？这个月你老朋友来了吗？要是没来，是可以去检查一下。姐，你不问我都忽略了呢，我老朋友好像迟了2天。迟了2天，不能确定就是怀孕，很多人都会推迟的，你以往也会推迟吧？要是推迟1周，你再去医院检查一下，或者自己去药店买早孕试纸自己验一验，也挺准的。
等会回去路过药店，我就去买早孕试纸验一验。姐，怀孕多久就可以用早孕试纸验出来？一般怀上有半个月都能验出来了，不过由于月份太浅，第2条红线显现得很慢，就是弱阳性，让人忽略。在回海玲的租房路上，就有好几家药店。姐，我去买早孕试纸。他从药店出来，开车离开后，暗中跟着保护海童的阿七就进店询问了，马上就把海童进药店买了早孕试纸的事告诉了战印。彤彤，怎么样？没验。怎么没验？不会用吗？拆了包装后，发现老朋友来了，所以没有验。海童这口吻也不知道是庆幸还是失望。我就说你才推迟了2天，不一定是怀孕的，提前推后的时间在1周之内，都还是正常的。我就是验一下，下次战印再提议我去做体检，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他，他还没有当爸。姐，我和战印在一起也有一段时间了，我们都没有刻意去避孕，我都没有怀上，会不会是我身体有问题？你每年都有体检，应该没问题吧？孩子也讲究缘分，缘分未到，你们天天在一起都怀不上，多少夫妻感情很好，结婚的时间比你们更长，都没有怀上呢。你也不必有压力，有时候压力过大也会受影响的，反正顺其自然吧。若是2、3年内都还没有怀上，就要去检查一下是什么原因了。可能是每次都在安全期吧。海玲想说安全期也不一定安全的。叮铃铃，门铃响了。谁呀？姐，是我，战印。海玲看了妹妹2眼，见妹妹没有半点意外的样子，她才起身去开门。战印站在门口，提着一只袋子，那袋子里面装着孕妈妈吃的奶粉、钙片、叶酸片，反正都是给孕妇吃的。姐，我来看看彤彤。海玲扫了一眼她买来的东西。战印，你买这些东西有点过早。战印一怔，看着大姨姐。彤彤还没有怀上，买了早孕试纸回来，结果他的老朋友就来了。战印是失望的，他很想有个他和海童的孩子。没事，你们还年轻，在一起的时间也不长，不用着急孩子的事。姐，我没事，反正我和彤彤还年轻，不着急。先进屋吧。战印，你要吃什么喝什么，自己拿，我看看杨洋去。你买了什么东西？海童扫了一眼他买来的东西。我暂时吃不上，你拿去退了吧，能退的。我看过了保质期，在保质期内吃了就成，不用退了。我也不知道买什么，进了药店问了问，药店的人给我推荐了叶酸片，我就买了叶酸片以及钙片，看到有这种奶粉买就买了。战印老实的解释。看到换了发型的海童，战印觉得她更加的娇美了。你会不舒服吗？暂时还没有，明天估计就会不舒服了。我去给你煮碗红糖姜汤。好，谢谢。彤彤，我们是夫妻，不要对我那样客气。嘟嘟，海童收到了新的信息。大少奶奶，大少爷没有吃饭。我知道了。海童起身也进了厨房。由于姐妹俩都是在外面吃的饭，厨房里没有什么好吃的。海童看过冰箱后，默默地关上了冰箱的门。彤彤，你想找什么？想吃什么？你跟我说，我做给你吃。没有，我就是看看冰箱里还有没有菜，没有的话，明天早上要去超市买些回来。海童说着转身出了厨房。阿七，你给你大少爷打包一份快餐送来。大少奶奶，我打包好了快餐，马上送上楼去。海童忍不住在心里夸赞阿七一句，是个醒目仔。不久后，门铃响起。大少奶奶，大少爷最近都是拼命的工作，3餐不正常，给他送去饭菜，他总是忘记吃。我知道了，我会提醒他的。海童深吸几口气，压抑着心疼及怒火，走进了厨房，却看到战印一手按压着胃部很难受的样子。胃痛了吧？彤彤，我忍忍就好，可能是饿的，我忘记吃饭了。面对着怒气腾腾的爱妻，战印心虚至极。吃完饭后，我送你去医院，让医生给你开点药。彤彤，不用的。我说要去就去。战印认怂，不敢再说不去医院的话。听说你最近都在拼命的工作。我的工作一直都很忙，我没有刻意用工作来麻痹自己。海童的心抽痛的，气过怨过后，他发现自己对他更多的是心疼。海童瞪着他不说话，战印竟然很紧张，可能是过于紧张吧。他觉得这一次的胃痛并没有因为他吃过饭后就减轻，依旧一阵阵的痛。我送你去医院。彤彤，你的糖水还没有喝。我现在不痛，痛的人是你。姐，我送战印回去。好，路上小心点。海玲在房里应着，人没有出来，心里想着小俩口总算好了点。